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从清迈古城最宏大的启地龙寺出来后，我们在小熊咖啡馆里休息了20分钟。小朋友们决定一起去往北200米的清迈三王纪念碑。可以喝完这个。在去三王纪念碑之前，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泰国以及泰北的历史吧。1939年6月，泰国至今任期最长的总理陆军元帅栾丕问宋堪将暹罗国改名为泰国。暹罗一词来自梵语，意为黄金，而泰在泰语中则意味着自由独立。传统的泰国史通常以暹罗史分为素可泰王国、阿瑜陀耶王国，也就是大成王国、吞武里王国和曼谷王朝这几个时期。曼谷王朝也就是现今统治泰国的却克里王朝。其实在泰北地区的历史中也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王国，比如在中国元代的史料《新元史800媳妇传》中就记载着有一个800媳妇国，据说是因国王有800个媳妇，每个媳妇各领一个寨子而得名，但这个名字只见于中文史料，当地人并不使用。清迈当地的史料《清迈纪年》中提到，兰纳国的先祖恩央王国，也就是现代所称的清盛国的首领老蒙有500个妻子，其中一个则是从西双版纳远嫁过来的蒙勒第4世景洪王道陇边宰的公主额敏宗蒙，也有音译作太康凯。1238年，老蒙和额敏宗蒙的太子孟来出世，此人就是后来兰纳王国的创建者孟来王。沿着帕宝考路走过因塔华洛洛路，有一座宽阔的广场，广场西侧正中央，清迈文化艺术中心前方就是清迈三王纪念碑。据说清迈古城的城址就是他们3个人一起选定的。三王纪念碑的3个国王分别是中间位置的兰纳王国的孟来王，左边帕瑶王国的南孟王，以及右边素可泰王国的南干亨大帝。那为什么清迈古城会是3个国王一起建的呢？这还要从孟来王说起。孟来王小时候在外学习时，结识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尊为大帝的素可泰国王南干亨。公元1259年，孟来继承了他父亲老蒙的王位，成为恩央王国第25世国王孟来王。孟来王继位后，决心一统泰北各大小城邦。公元1262年，创建并定都清莱。清在泰语中就是城市的意思，清莱则是孟来王所建之城的意思。孟来王迁都清莱后，又先后将勐来、清坎和清孔等城邦纳入治下。公元1292年，孟来王又攻下了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女王国，也就是孟族王国哈利奔猜，用现在的地名就是现在的泰国南奔。至此，孟来王基本统一了泰北各大小城邦，并决定将王朝之名改为兰纳。后世史家一般都将1292年吞并哈利奔猜作为兰纳王国的开端。兰泰语意为百万，纳泰语意为田地，顾名思义，兰纳就是百万良田之邦的意思。孟来王定兰纳之名，以示沃野千里，国力昌盛。孟来王便是兰纳王国第1世王。后在公元1286年，在现清迈城外东南方向5公里处的梅坪河边，孟来王下令修建新的兰纳首都贡干城。但孟来王只在此地居住了5-6年，因数次遭遇洪水，不得不弃之不用，再度选址。孟来王自登基以来，先后数次兴建王城，清莱和哈利奔猜对他来说都不满意。尽管国力日盛，但年事渐增，孟来王终日心忧王城之事。毕竟此次选址关系到兰纳王国之未来基业，因此他修国书遣使，吩咐素可泰王国和帕瑶王国，邀请他的2位结义兄弟南干亨大帝和南孟王来共商兰纳首都选址之事。在此之前，孟来王曾带着随从们来到素贴山极目远眺，但见平和流域一片沃野，甚为欣喜。等2位国王到来后，孟来王告知2位兄弟，曾梦见有白鹿、白鼠等祥瑞之兽出没，如果建都于此，有素贴山和平和为凭，水利灌溉和国防安全都有保障。素贴山间清泉流入城中，滋养大地万物。
听闻此言，两位国王均对王城新址赞叹不已，并对王城的规划提出了建议，即为千古之基。两位兄弟也共同参与了新城的兴建。孟来王不惜投入巨资兴建王宫，高筑城墙，深挖城壕。据说当时仅挖掘护城河一项工程便集结了9万军民，最终仅用4个月的时间，以一条宽18米的护城河环绕，呈长方形，东西宽1800米，南北长2000米，一座崭新、雄伟、富丽的兰纳王城清迈便呈现在三王面前。根据清迈最古老的佛寺与清迈古城同时建造的清曼寺碑铭记载，王城始建于公元1296年4月12日，也就是元朝元贞3年。王城名字全称诺帕乌里施那平空清迈，简称清迈，意为新城。清迈三王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清迈古城的3位创始人于1983年而建造的。三王纪念碑将3个国王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雕像下有一些供案，摆放着新鲜的水果和香烛鲜花，以示尊敬。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能看到虔诚的民众在这里跪拜。另外，你也可以留意一下三王腰间的绸带，有时是金色的，有时是红色的，根据不同的节庆而有所改变。三王纪念碑可以说是清迈的重要地标，也是泰国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。游客们可以站在三王纪念碑前合影留念。另外，在三王纪念碑前的广场上还会经常举办各类纪念活动，比如千人聚餐活动等等。如果碰上了，可以参与一下，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。孟来王的兄弟甘亨大帝是暹罗源头素可泰王朝的第3代王，也是最为著名的统治者。他创造了泰语字母，镌刻了著名的泰国国宝甘亨石碑，并在泰国创立了陶瓷行业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三王纪念碑在泰国历史上是泰北和暹罗久远的历史连接。就在清迈古城建立15年后的1317年，孟来王在一次王家仪式上为雷电所击，不幸身亡，享年70岁。1558年，兰纳王朝被缅甸东域王朝所征服，清迈陷落。1775年，缅人围困清迈长达8个月之久，清迈城遭到极大破坏，实际上已被废弃。后来，名为卡维拉的南邦统治者又从缅甸手中夺回清迈，直到1796年才入居清迈城。就是他把存放在因塔印寺中的清迈城市柱移植到契迪龙寺内的。由此，清迈再次成为泰北主要的政治中心。兰纳历史也从孟来王朝缅属时期进入到七兄弟王朝时期。1802年，卡维拉被泰国拉玛一世国王册封为清迈王，他也就是历史上说的第1代清迈王。从三王纪念碑到清曼寺，小朋友基本上了解了清迈建城的历史。那在清迈城建好，孟来王当初入城仪式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据说当年的拉瓦人是清迈地区的土著民族，孟来王修建清迈王城的土地都是从当地老百姓手中购买来的。由于孟来王信奉佛教，因此选择佛祖得道的时间段，大约凌晨3、4点举行入城仪式。次日起，清迈全城大庆3天3夜。在新王城入城仪式上，孟来王出于对拉瓦人的尊重，请他们牵着狗在前面领路，自己乘坐白象玉辇，在王家仪仗的簇拥下，由清迈城北门缓缓而入。孟来王乘坐白象走过的路被后世命名为白象路。
而孟来王入城的北门则被命名为白象门，也有音译为昌卜各门或前帕门，前为大象，帕为白色。眼前就是清迈古城北门白象门，这是当年孟来王为了强化清迈市和保护其居民，下令建造第一道城墙的第一道城门，据说最初称为华威门。白象在东南亚文化中被认为是神圣的，孟来王当年就是乘坐白象玉辇由此入城的。北被视作为城守，北门即视为城市的正门，所以白象门一直以来都为王室专用的城门。在加冕典礼上，国王都将从此门进城。数百年来，城墙的大门在每天晚上都会上锁，以保护这座城市免受袭击。到目前为止，小朋友们对清迈的历史也算是基本上有了大致的了解了。让我们再次回到清迈古城最古老的寺庙，那里还有哪些迷人的故事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